小兔子为了怀上狼宝宝，竟设计下药将狼王迷晕。正当他想要嘿嘿的时候，没想到药效太猛，他自己反倒先嘎了。再次醒来已然换了一个灵魂，在催情草的作用下，稀里糊涂的玷污了狼王。等他回过神后，发现自己居然穿越到兽世大陆，附身到同名同姓的雌兔身上。接收完原主的记忆后，不由得破口大骂：原主是个万人嫌的恶毒雌兽，为了当上狼王的王妃，趁着狼王渡劫虚弱时下药，想要趁虚而入。结果原主身体太弱，受不了催情草，出师未捷身先死。在之后就是青年穿越过来占了便宜。完了，玷污了狼王！要是被他抓住，肯定要被做成麻辣兔头！快跑！为了不被做成麻辣兔头，赶紧穿上裤子变回本体溜之大吉。他走后没多久，狼王也跟着醒来，体内的催情草效力逐渐失效。混蛋，占了本王便宜还想跑，哪有这么容易的事？一股强大的威压笼罩周围，周遭一切动植物纷纷化为冰雕。几名属下看到动静，急忙赶来，一个个面色大变。王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昨晚有个雌兽来过这里，掘地3尺，把它给我找出来！他堂堂狼王居然被雌兽玷污了，本想让属下找到后就地格杀，但想到昨晚那温香软玉在怀的感觉，狼王突然改变了主意。找到后送来我这里。大家简直不敢相信有雌兽算计了王，触犯了王的逆鳞，王竟然能轻飘飘的放过。到底哪个雌兽这么有能耐？另一边，被狼王惦记的青年跌跌撞撞的跑回了家，刚到山洞口就感觉到体内有熟悉的能量涌动。我的木系异能还有空间，居然也跟着穿越过来了。他试着催动异能，却只感受到微弱的草木气息。唉，居然退换成初始状态了。还好这里草木多，慢慢恢复也来得及。肚子突然呱呱叫了起来，青年摸了摸肚子，一整晚折腾，快饿死我了。但家里一穷二白，唯有一小块晾晒的瘦肉。大哥叶荣看到小妹回来，这是昨天舅舅猎杀的野兽肉，一会儿我给妹妹烤熟就可以吃了。原主的爹早没了，两个哥哥，一个体弱多病，一个昏迷不醒，全家都靠着他娘一个人支撑。好在舅舅是兔族部落首领，经常接济他们，但无论家里食物多少，娘和哥哥都会让他先吃，对他非常宠爱。但光是这点瘦肉不足以充饥。青年想到回来时看到的那条河流，便提议带大哥去捉鱼兽。这里的兽类称呼鱼类为刺兽，因为全身都是刺，不仅难吃，还容易被扎伤。但鱼兽可是好东西，美味还有营养，而且河边隔着部落很近，去那边弄回一些鱼兽吃很方便。再就是这里的鱼兽普遍都很大，看着河里又大又肥美的鱼，青年眼睛都亮了。叶荣虽然不明白妹妹为何要来捕捉这些刺兽，但只要妹妹开心便好。青年拿起刚做的鱼叉下河捕捉，动作精准，一叉一个准，片刻功夫捉了7、8条大鱼，惊呆了一旁的叶荣。妹妹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用草绳穿好鱼，提着往回走，一路上收集草木精华，提升木系异能，还幸运的抓住一只壮硕的野鸡，捡了几个没人要的鸡蛋，蛋白质不知道是牛肉的多少倍。回去后，青年教叶荣如何处理刺兽，他打算将这些做成鱼肉丸子，方便存放的同时也能送一些给舅舅。想到家里几人身体都很虚弱，又从空间中取出一些调料炖鸡汤。娘亲叶心回到家门口就闻到一股香味，今日的狩猎碰到了厉害的野兽，虽然人完好无损回来，但一点收获都没有，这让叶心一阵自责，又要饿着儿子和闺女了。没想到青年却弄到了食物，看着锅里的几个小鸡蛋，叶心有些诧异，这东西不是生吃吗？虽然不好吃，但肚子饿的时候可以垫肚子。可是看到剥了皮晶莹剔透的蛋，叶心感觉有些颠覆了他的认知。娘，你吃啊。青年说着剥了一个鸡蛋给娘亲，叶心半信半疑，结果吃进嘴里，顿时瞪大了眼睛，这东西原来这么好吃吗？紧接着又品尝了煮好的鱼丸，鲜美的滋味让他一时间忘了吞咽。没想到以往最嫌弃的刺手，弄成丸子煮熟后这么美味。青年让娘亲一会送些过去给舅舅。河里有很多刺兽，可以让舅舅安排人手去捕捉。学会了如何制作鱼丸，今后兔族就不用再挨饿了。青年是知恩图报的人，这段时间多亏了舅舅的接济，才能让他们家度过最困难的时候。这顿饭娘亲和大哥都吃得很开心，青年觉得还是纯天然的食材最美味，脸上不由得露出了笑容。吃着饭的时候，肚子突然有股暖流，他怔了一下，以为是错觉，便没在意。与此同时，正准备闭关修炼的狼王幽鱼猛地睁开眼，他竟然感觉到一股血脉的强烈羁绊，这怎么可能？他唯一碰过的雌兽只有那天晚上的雌兔，一次就怀上了吗？虽觉得可能性不大，但还是命令属下抓紧调查，务必用最快的时间找到那只雌兔。此时青年吃饱喝足，躺在石床上睡觉时，迷迷糊糊中梦到了一只通体雪白的小白狼，眨巴着软萌的眼睛看着他，他的少女心都快要萌化了。第二天早晨，青年跟随采集队一起前往山林，刚进没多长时间，青年就发现了萝卜，他眼睛一亮，果然兽是原始森林到处都是宝，拿起古刀开始挖土，但这番行为在同族眼里极为怪异。我们进来是为了采集食物的，你跑来这里挖草浪费时间做什么？他们试图让青年明白当下的任务，青年也知道大家都认知有问题，在他们看来这些是草，不是食物，于是挖出一个大萝卜后便给大家解释，这是可以吃的萝卜。众人看到他手中的大果子都惊呆了，地底下居然有果子，一直以来采摘的果子都是长在树上的，从未见过果子长在地底，一下子就颠覆了他们的认知，同时也意识到若地底也有食物，那以后都不需要再去找树上的果子，毕竟这附近的果子都被他们摘完了。去山林深处不仅太远，而且很危险。这个真的是食物吗？
一有毒怎么办？青年理解大家谨慎的想法，擦了擦白萝卜上的泥土，用骨刀削去外表的皮，然后直接抱着白萝卜啃了起来，一口嘎嘣脆。不得不说，兽氏的身体真的容易饿，一个萝卜下毒也就是垫垫肚子。大家既震惊又震撼，没想到青年真的敢吃这未知食物。你竟然愿意用性命来尝试，若这真的是食物，你为我们部落又增添了一种新的食物，部落所有人都要感激你。青年被他们神圣的眼神看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他来自末世，当然知道这是萝卜可以吃，没有他们想的那么伟大。之后在青年的指挥下，采集队每人都挖了一筐的萝卜，又摘了一些山楂。青年看到山楂就想吃冰糖葫芦，可惜这里没有糖，要弄到蜂蜜也不容易。这里的丰兽蛰人很厉害，没人愿意去惹那些丰兽。在大家采摘山楂的时候，青年四处转一转，找到了尚未成熟的板栗树，他的木系异能刚好可以用来催熟，部落离这里不远，回头可以单独过来用异能催熟。暂时先不动，他还不想那么早暴露异能，顺手用骨刀拨动草丛，地上的一株植物引起了他的注意，竟然是野菜中的荠菜。若是有面粉的话，就可以包荠菜饺子，口感相当独特。青年正挖着荠菜的时候，似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，好像有人在窥探一样。可等他观察四周，却没什么异样。殊不知，在他看不到的一个角落，两个狼族兽人悄悄地向后退去。雪峰和雪雷欲哭无泪，为他们主子难过。他们英俊潇洒的王，竟然被那个恶毒的万人嫌刺兔算计了。王，您放心，我们发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穷到只能吃草了，用不了多久就会饿死，也算是为大王报仇了。话音刚落，就被幽雨带着杀气的眼神看着，吓得两人不敢再说一句话。王这是怒了，是他们说错了什么话？幽雨收回警告视线，继续低头看着手中整理的信息。叶青言，原来是叫这个名字。嘴角不由得露出一抹微笑，想起那天晚上涟漪的场景，以及那蠢蠢欲动的血脉气息，幽雨缓缓起身走出山洞，不知道自己被盯上的青年依旧在开心地挖着荠菜，一旁的采集队也学着他挖。挖完了荠菜，青年又发现了好吃的菌菇。青言，这个真的不能吃，有毒，要人命的。之前我们有族人吃过，当场就没命了。之后这个就被下令禁止采摘。大家疯狂地劝说青年，同时也觉得手里的荠菜有些烫手。那个白萝卜是他们看着青年吃的，这个荠菜有没有毒就不知道了。青年看着大家关心的神色，心里泛起一丝暖意，耐心给他们解释。那种灰色的菌菇没有毒，能吃；那种色彩艳丽的有毒，不能吃。他详细的教大家分辨哪些有毒，哪些没毒。见大家依旧犹豫，青年便让他们可以看晚上他吃后的效果。大家觉得有点愧疚，不应该让青年拿性命去试探食物，可他们劝说了，青年不听，让他们现在吃，他们也不敢。所以大家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又挖了很多的蘑菇。晚上吃饭时，叶星和叶荣抢着先吃蘑菇和荠菜，他们想着如果有毒也能先发现，别让青年中毒。青年看着他们如此，心里很感动。娘，大哥，别抢了，我早就尝过了，没有问题的。两人都有些不好意思，相信归相信，但还是太在乎青年，生怕他出事。待到他们喝了几口后，瞬间被鲜美的蘑菇汤征服，吃进肚子里都觉得暖融融的，好吃，真好吃。他们顾不得说话，一个劲的猛吃。看着娘和大哥吃饱饭开心的样子，青年脸上也露出了笑容。他喜欢这种一家人在一起的温馨感。兽氏大陆的食物并不少，只是大家认知匮乏。以后等自己开始种植食物，养殖一些鸡鸭，这种情况就能有所改善。晚上待兔族部落众人睡了后，叶青言悄悄起身，幻化兔身，快速来到白天的那处林子，找到那几颗栗子树，用木系异能将其催熟，再用长长的杆子去敲打成熟的板栗。只是这样速度有些慢，再加上刚用完异能体力透支，坚持了一会就气喘吁吁。要是能有一阵风全吹下来就好了。青年小声嘀咕了一句，继续拍打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强风突然吹过，树上的那些板栗全都掉落下来，关键是还精准地避开了它。叶青年眼睛一亮，不是吧，真的都吹下来了。他兴奋地捡起板栗往空间里放，可是捡着捡着似乎感觉哪里不对劲，缓缓抬头，然后就看到不远处沐浴在月光下的美男子，只是看一眼都让人惊艳的心口仿佛呼吸不过来。叶青年都愣住了，以为出现了幻觉，待仔细看清那清俊绝美的容颜时，被他刻意遗忘的记忆一下子涌上来了。这不是那晚的那个狼王幽雨吗？天啊，这人不会找上来要找他算账，或者撕了他吧？也许隔着有些远，叶青言看不清他的眉眼神色，也不知道他身上是不是带着杀意。叶青言想解释什么，可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，本能驱使让他赶紧变成了本体兔身，嗖的一下逃了。叶青言几乎拿出了所有力气跑得飞快，一溜烟回了家。待回到家后，他确定没人追过来，才缓缓松了口气。叶青言躺在石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他根本摸不清幽雨是什么意思。而另一边，幽雨默默地看着青年离开方向。刚刚青年变化本体的时候，他清晰地感受到了子嗣血脉的气息，可以确定叶青言的确怀了他的孩子。幽雨意识到这一点后，嘴角流露一丝宠溺的笑意。小兔子喜欢这些东西吗？望着地上的板栗，一阵风吹过。第二天清晨，青年被娘亲和大哥的声音吵醒，本想不理会继续睡，却听到了关键信息。娘，这些毛刺果是你让人弄的吗？没有啊，这些不是你们昨天采摘的吗？叶青言猛地睁大了双眼，一溜烟小跑到洞口，果真看到地上摆放的一堆板栗，关键还全都去了壳，不用他再费心去处理那些毛刺。不是吧？叶青言非但没有高兴，反而一脸警惕地看向四周，甚至用木系异能去感受，却没发现什么异常的地方，不由得想到了昨晚的幽雨。你从哪儿弄来的？哦，
昨晚我睡不着，就捡了一些回来，可以存储起来当冬季的食物。以后想要什么跟娘说，千万不要一个人去山林。青年随口答应，反正他也不打算出去了，指不定那个狼王忧郁还在那等着，动一个手指头就能摁死他。据说他现在是9阶实力，没人能够跟他抗衡。接下来几天，他都猫在家里不出门，以防再次碰到忧郁，实在是他挺心虚的。虽说下药的是前身，但跟忧郁发生关系的是他。这几天时间，娘和大哥每天都能带回很多食物，青年也变着花样做好吃的，这也让他发现了一些异常。他好像食量在不断增加，虽然已经在努力克制，但家里的大部分食物还是被他给吃了。本来这些食物都是娘要用盐腌制过冬的，结果被他吃得一干二净。娘和大哥不仅没生气，反而一脸欣慰地看着他，似乎是在说能吃是福。青年想了想，自己在家这么坐吃山空也不好，而且这几天也没什么异样，估计那天遇到忧郁是个意外，他也该出去转一转了，多找一些食物准备过冬。第二天便跟随采摘队一同出发。与之前不同，这一次大家都将青年当主心骨，他说什么能吃就采摘什么，丝毫没有犹豫。一路上采摘了很多蘑菇和木耳。在大家忙碌的时候，青年四处转一转，这一转还真让他发现了好东西，居然是红薯。青年眼睛一亮，有了红薯就可以制糖，还可以制作红薯淀粉。青年想着脑海里的那些食物，挖红薯也很快，他装了很多在空间里，之后喊大家过来。他心想着回头让大家也多留点红薯做种子，明年开春就可以在部落附近开辟块田地种植。不过山上这一大片红薯地也足够部落众人吃了。一听叶青年的声音，大家赶忙朝着声音跑过来。此时大家背篓里都装了不少木耳，当大家看到红薯都一愣。青年，你太厉害了，又在地下挖到食物了吗？这个跟萝卜一样大，但看着有些不一样。也能跟萝卜那样直接吃吗？大家用期待的眼神看着他，看着青年挖这些，想必应该是食物。若这也是能吃的，那简直就太好了。大家此时既兴奋又激动。这几天多亏了青年，让部落里搜集到了足够的过冬食物。这些叫红薯，比萝卜好吃，回去拿来蒸或者烤都可以。闻言，众人纷纷开始挖了起来，很快就装满了一个个背篓。这次采摘队可以说是大获丰收，虽然背了重重的一背篓，却一个个嘴里哼着歌，脚步轻快。回去的路上，众人闲聊最近发生的事。青年得知猫族有天才实力突破，整个猫族都在为其准备充足的食物，导致兔族能够狩猎到的猎物寥寥无几。青年闻言则满脸疑惑，整个兔族都没能狩猎到多少食物，而他娘亲和舅舅每天都能弄到很多野兽，不仅足够一家子吃，还有剩余用来腌制。甚至听娘亲说，那些野兽像是自己送上门来的一样，这就有点不对劲了。青年想到那天一早醒来院子里的板栗，似乎意识到什么，浑身一颤。不会的，怎么可能是他？那家伙不报复他就好了，绝不可能会出手帮他家人。突然一道声音传入耳中，青年手一比划，大家立马噤声，纷纷化为本体藏入附近的洞穴。过了一会，两只猫族雄兽经过这里。刚刚明明听到有动静，怎么过来了什么也没有？有可能是我们来晚了，真是便宜他们。要是能捉到几只兔兽，那就立功了。无所谓，反正我们族勇士已经在围剿兔族手里，到时候整个兔族还不是任由我们拿捏。大伙闻言脸色一沉，首领此事很危险，他们需要快点回去通风报信。青年眼神中透露一丝疯狂，当即强行吞噬周围灵气，提升实力，以极快的速度瞬身至一个猫兽身后，手中古刀迅速将其斩杀。死的猫兽瞪大眼睛，不敢置信，自己居然就这样被杀了。另一个猫兽震惊中反应过来，朝着青年扑杀过去。青年刚刚强行提升实力，导致身体不适，但也顾不了那么多。熟悉他的人都知道，他是最护短的，想动他的亲人，那就去死吧。这时叶荣等人也纷纷出来帮忙，但实力差距太多，这么多人联手也不过拖延一下猫兽的进攻。猫兽因为被缠住，没法杀叶青年，让他得到喘息的机会。眼看同伴们为了保护他，一个个重伤倒地，青年咬咬牙，再次凝聚全部力量，找准时机一招刺中，强大的4阶猫兽缓缓倒地。众人一脸震撼地看着青年，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。一个雌兔居然杀了2个强大的4阶猫兽。青年脚步踉跄后退，扶着大树忍耐身体的不适，肚子不知为何一直在痛，好似有什么东西在里边乱踢。情况危急，青年让大家回去搬救兵，他则迅速幻化本体朝另一个方向跑去。娘亲每天都和舅舅一起狩猎，现在应该也被猫族一同围剿。青年的速度极快，眨眼间就不见踪影，大伙即使想阻拦也来不及，只好按照他说的回去通知部落。青年靠着气息感应，很快便赶到娘亲和舅舅所在地。此时他们并肩作战，被6个猫族勇士围攻，眼看娘亲就要支撑不住，青年顾不得别的，直接冲入圈子护着娘亲，极快的吞噬异能横扫包围圈，却也让身体严重超出负荷，一下子吐了好几口血。最重要是这肚子一直在疼，让他无法专心使用异能。与此同时，在青年肚子剧烈疼痛和吐血的一瞬间，正在闭关的狼王忧郁猛地睁开双眼，凌空而起，所过之处冰霜笼罩。谁敢动我的女人？他感受到了血脉羁绊气息的变化，也感受到他正在面临危险。忧郁不得不出关，即使现在出关对他修为有极大的影响，他也必须要做。就如同一阵风一样，仅仅片刻功夫便出现在青年面前，轻轻抱住青年摇摇欲坠的身体，同时衣袖一挥，6个猫兽如同风筝一样倒飞而出，一个个吐血衰落。看着面前突然出现的银发男子，竟然是狼王忧郁，吓得他们浑身发抖。还不等他们跪地求饶，一阵风吹过，一个个身体都炸开成齑粉。舅舅邪山都以为要交代在这里了，没想到还有峰回路转。
望着眼前的狼王忧郁，手脚一时间不知该往哪里放。娘亲叶心也懵了，她的女儿竟被狼王抱着，可她不敢动也不敢问。狼王的气势太强，让他们心惊胆战。叶青言头晕肚子疼，直到倒在一个清凉的怀抱里，闻到一股熟悉好闻的味道，整个人恍惚了一下。还没等他回过神，一股温暖且神异的力量涌入身体，疼痛的身体才感觉舒服许多。青言缓缓睁开了双眼，狼王忧郁吓得他浑身一激灵，忧郁示意他不要乱动，不断将自己的力量灌入青言体内，为他修复身体，同时也抚平胎儿的躁动。青言一动不动地看着忧郁，还真别说，近距离一看，他就像是9天狄仙落凡尘，精美的如诗如画。但紧接着那一晚发生的事情再次涌现，羞得他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。忧郁看他好多了，便戏谑道：“小兔子，这回不跑了。”刚刚谢谢你。要不是忧郁，自己和娘亲以及舅舅肯定在劫难逃。你怀了我的子嗣，保护你、照顾你是我的职责。啊！你说我怀了你的子嗣，就那晚一次就怀了？之前肚子有异常，他也没往哪方面想过，如今想来早有提示。那晚梦到的小白狼就是最好的证明，难怪他一使用异能肚子就痛。青言一下子惊喜起来，看着肚子有些激动和高兴。忧郁一直观察他的神色，瞬间就明白他也喜欢这个子嗣，宠溺地揉了揉他的头发，感谢他为自己孕育子嗣。接下来他会好好照顾他。当青言被狼王忧郁抱回部落后，消息快速传遍整个兔族部落，而且狼王还帮忙解决了想偷袭部落的猫兽。这回狼王在他们部落，大家战战兢兢的同时又有些发懵，很多兔兽去叶山那边打探情况。大家别担心了，反正以后我们部落很安全，不会有任何事情。笑话，就青言怀了狼王子嗣这一点，就没有受感动兔族部落。山洞里，青言坐在石床上，看着坐在床边的忧郁，感觉自己这个山洞太过简陋，他那一身贵气实在不适合这样的地方，让他待在这里都感觉委屈他了。身体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没有，这会儿好多了。他能感觉到吃了忧郁给的灵丹，身体恢复了很多，也没反噬的疼痛感，就是有些虚弱。当然，这是他强行吞噬周围植物力量的反噬，正常来说会昏迷昏睡过去，此时只是虚弱，已经很好了。而且他还给他灌输了很多力量，那些力量对兽来说都很宝贵，他却轻易的输入到他身体里。他看着清冷，实则很温柔，尤其他眼神中带着关切的神色，青言都有些猜不透忧郁的心思，努力找话题说，却不知道说什么。那天晚上我其实不是故意的。说完这句话，青言都恨不能咬掉自己的舌头。这种话说出来谁会信？那崔青花明明就是他下的，虽然是前身，但他正好穿越过来，那就是他了。为什么要逃？没逃。说这句话，青言都感觉心虚。忧郁仔细看着他的神色，怕我？青言被盯得心里有点发慌。你是狼王，我只是一个低阶的兔族，却因为崔晴花跟你那样，就我觉得你会不高兴，所以我以后不出现在你面前。这件事能不能一笔销？一笔勾销？怎么？撩完就跑，用完就甩，还是想带嫖跑路？叶青言，你当本王是工具？兽是规矩，此兽睡了凶兽就得负责。想补偿？行啊，我要你，连同你肚子里本王的子。猫族要是敢惹你，灭了便是。他揽紧怀中小雌兽，声音极具诱惑。从今往后，我雪狼王就是你的首富。他想要的是他的全部。青言听到这霸气十足的话，整条心弦都狠狠颤动了。狼王忧郁想成为他的受服，这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。那你不准再有别的雌性。好，都听你的。那天的板栗是你送来的吗？还有娘和舅舅的猎物也是你安排的？你喜欢吃我就多弄点。男人想带他回狼族部落，青言虽然也想去，但现在去肯定会被一些雌兽妒忌死。忧郁并没有强迫他。你喜欢这里，我们便住在这里。你想去狼族，我便带你去狼族。忧郁留在兔族部落待了几天，便回去狼族处理工作。待忧郁离开后，他也没闲着，准备上山寻找食物。他的孩子是狼族的王子，以后身上可能也要肩负着责任，所以青言此刻觉得应该做点什么，在冬天来临之前多找一些食物，保住兔族，也能帮忧郁。得知青言要出去，娘亲虽然不放心，但看女儿坚定的神色，只能去找了自己大哥。叶山当即安排大儿子负责保护青言，走在山路上，时不时的碰一下花草树木，吸收一些木系异能力量，同时也观察有没有新的食物。没多久就发现一片野生黄豆，青言激动坏了，脑海里闪现出豆腐、豆浆、豆腐脑等食物，炖豆腐汤、炒豆腐，用豆腐炖鱼等等，口水都快流出来了，连忙招呼表哥一起采摘黄豆。叶硕知道这些也是食物，也很开心。这么大的一片黄豆地，再加上红薯和菌菇等等，这一次能够在集市上兑换很多东西了。兔族部落物资稀缺，无论是盐还是修炼的丹药，都需要去集市上兑换。以往他们只能用野兽肉和兽皮交换，导致食物紧缺。如今有了青言找到的各种食物，兔族部落才能勉强生存。等他们回到部落时，天已经黑了。刚到舅舅家，就听到一阵哭泣声。
首领，求求你救救我奶奶吧！她摔了一跤后就昏过去了。叶硕，快去请巫医大人！青年想着自己会木系异能，对于伤势有帮助，也跟着过去看一看。刚到小山洞，就看到里面躺着个昏迷不醒的老奶奶，老人家瘦得皮包骨头，一看就营养不良的样子。再看旁边哭着的格斯，据说已经12岁了，但很瘦很小，看起来也就8、9岁的样子。再看山洞空荡荡，院子也几乎什么都没有，这才意识到部落的严峻情况比他想的都严重。部落兔兽人多，真正有能力狩猎的其实很少。青年悄悄给老人家输送了一些木系异能，确保他身体没事。这时洞口外有人喊：“巫医大人来了！”随后一个皮肤冷白、眼尾有一颗泪痣的男人走了进来，那妖媚的眸子仿若天生含情，勾得青年心间一颤。他一出现，屋内所有人忍不住将视线落在他身上。巫医大人，求求你救救我奶奶！乌泽上前来到床边坐下来，伸手给格斯的奶奶把脉。屋内静悄悄的，谁也不敢打扰他诊治。之后乌泽拿出银针来针灸，他手指的速度极快，银针仿佛带着一股力量。青年不由自主地看向这位巫医的手，他的手修长如玉，骨节分明，仿佛少女漫画中男主角的手一样。过了许久，乌泽收了银针道：“他的情况暂时稳定下来了，但还是要好好补补身体。”和青年想的一样，主要还是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。但部落里像林阿婆这样的兽人很多，部落就算是再有实力，也无法完全解决这样的情况。仅靠狩猎到的那点物资，根本不足以让所有族人吃饱。他还是要帮部落多找到一些新的食物才行。乌泽起身准备离开，只是不知为何，他缓缓转头看了一眼青年，这一眼让青年有一种自己被勾魂的感觉，尤其他视线落在了他的肚子上。叶小姐怀有身孕，这几日要多休息。青年不自然地想躲避他摄人的眼神。多谢巫医大人关心。叶小姐不必言谢，若有什么需要，可以尽管来找乌某。说着，他撑起油纸伞，再次迈入狱中。待他走后，女人不知为何松了口气。回去后，他用干草弄了个小窝，把鸡蛋放进去尝试孵化。这样真的能孵出小鸡？若真像你说的，可以在院子里养鸡，可以吃鸡蛋，部落里能活下来的兽人就多了，也是大功一件。不过是一些草的种子，看起来好像不能吃。娘亲，你明天就知道了。第二天，青年找来表哥帮忙打造石磨，很快2个石磨就被打造出来。早晨的时候，黄豆已经泡好，这回就可以直接磨了。倒进去一些，开始转动石磨磨黄豆。下面出黄豆汁的地方放了干净的木桶，不一会，黄豆的香味就散发出来。闻着这股香味，青年脸上都露出了笑容。食物最原始的香味就是好闻。叶硕和叶蓉简直都惊呆了，2个人愣愣地看着，震惊的好一会才回神。原来妹妹说的制作食物是这样制作。叶硕之前怎么想都想象不出来那黄豆如何变成食物，原来是这样变成食物。当青年将豆浆煮好后，2人喝了一口，眼珠子都瞪大了。好好喝，好香。紧接着青年又弄了一些鸡蛋饼，留了一些后，用木盘装了几个去看林阿婆。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乌泽也在林阿婆家。这一刻，青年都有一种转身回去的冲动，提着篮子的手指都僵了僵。叶小姐来了。她的声音沙哑轻柔，让人分辨不出她的情绪。既然乌泽看到了，他也不能装作没来这里。原来是巫医大人，失敬。叶小姐随意便好，无需如此拘束。格斯不懂刚刚的暗涛汹涌，仰头看着青年，露出崇拜的神色。叶姐姐，你快进来！多亏了叶姐姐，她跟着部落里的哥哥姐姐挖了很多萝卜和蘑菇，不用饿肚子了。青年让格斯拿来一个碗，然后将竹筒里的豆浆倒出来，香味瞬间飘散。还有，这是用鸡蛋和豆汁做的饼，你和你外婆吃。看着瘦瘦小小的格斯，青年心中也不是滋味。可这就是部落现状。青年跟格斯说话的时候，总觉得有一道视线落在他身上，他能感觉到那是乌泽。乌泽看着青年，精致绝艳的脸上多了一丝动容。极少有雌兽对小兽人有如此耐心，他身上有着发自内心的温柔。雌兽温柔，乌泽本不相信。格斯看着手里的食物，想要分出一些给乌泽，感谢他帮助了奶奶，但又迟疑的看了一眼女人，毕竟这些食物是他带来的。青年想早点离开，乌泽在这里让他心跳个不停，但他又不想伤害小孩幼小的心灵，于是硬着头皮端了一碗给乌泽。乌泽伸手接过，不经意间2人的指尖碰到一起，青年仿佛被电着一样，手指快速缩了一下。好在乌泽已经接过了碗，他喝豆浆的时候动作都慢条斯理，极为优雅，这让青年越加好奇他的身世。这样的人怎么会来低等兔族部落当巫医？乌泽喝了豆浆，神色一动。叶小姐做的豆浆很不错，若是部落人多喝这样的豆浆，对身体有益。豆浆确实对人体有益，而且还很有营养。叶小姐怀着身孕，需要的食物也会很多。不过，叶小姐也要小心。小心什么？他仰头看着他，对上他此时的眼神。叶小姐大概不知道雪狼王的情况，整个兽界大陆也只有你有如此孕育力，能为狼王诞下子嗣，而且还是纯血统雪狼，并且天赋非凡。测试时大多时候很有用，但拥有神韵能力的话，测试时可测不出来。叶小姐，你说，若是有人知道这些会如何做？就是狼王也会有敌人。
待青年回神的时候，乌泽已经消失在了原地。所以他肚子里的孩子是一只小雪狼吗？他本以为是个兔狼兽呢，想到睡梦里梦到的小雪狼那么软萌可爱，青年心都要化掉了。无论如何，他都要变强，保护好他的孩子。他要加速提升异能力，只是乌泽为何要告诉他、提醒他这些？他这么好心的吗？青年持怀疑态度。告别格斯回家后，把昨天找到的苎麻拿出，这些可以用来制作麻线，然后再做成麻布。兔族部落是低级部落，所有兽人穿的都是兽皮衣服，而在中区皇城穿的却都是锦缎华服。低级部落的兽人根本买不起，尤其是他们兔族还没解决温饱，自然不能拿食物换取那样的衣服。但青年可以教大家制作麻袋和麻布衣，让部落慢慢发展起来，而且可以拿去集市兑换需要的物品。接下来几天，青年带着族人采黄豆、挖红薯，收集苎麻制作麻布。就在众人忙碌着的时候，这天下午，幽雨再次来到兔族，一见到叶青年，眼里压着的思念全绷不住了。他冲过去把人搂进怀里，手小心地绕开他的肚子，越抱越紧，闻着叶青年身上香香的味道，他空落落的心一下子满了。想我没？叶青年趴在他胸口，闻着熟悉的冷香，突然发现自己是真惦记这人了，乖乖点头。想。幽雨被他这声响戳得心尖发颤，恨不得把人嵌进自己骨头里。叶青年忽然闻到他身上有血味，你受伤了。幽雨温柔地给他整理头发，没有，这是别人的血。原来这段消失的日子是为了解决猫族的事情，如今猫族的威胁已经清理完毕，确保没人敢再对兔族出手。叶青年抬头看着他克己复礼、金贵克制的样子。幽雨，你哪怕什么都不做，就有很多雌兽为你着迷吧。你说你做了我的兽夫，若一个个的雌兽都来嫉妒我，可如何是好？你跟我回雪狼族，我们举办节气大典，祭祀宣告天下，谁敢伤害你，便是雪狼族的仇人，不死不休。叶青年都被这番话给惊住了，本来他就是开玩笑想问问幽雨，不用，这样就挺好。他可不想那么高调，从此之后就跟失去自由一样依附雪狼族生活，而且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最主要的还是靠自己。不过还是要谢谢你，青言，我要的不是谢谢。这个做感谢呢？青言，不够，我们回山东，好吗？青年知道一旦进了山洞会发生什么，先吃晚饭后再说。晚饭做了许多幽雨从未见过的美食，让他一阵怀疑人生。青年也发现这世界的食物种类太匮乏了，连他这几天找来的食物前身都没见过。中区皇城最繁华的地方都没有这些，他要把各类美食都搬到这世界。北区的物资最丰富。叶青年笑着自信满满的说，我还会做各种中区皇城都没有的美食。那些兽人嫌弃我们北区贫瘠，我们就把北区打造成最繁华热闹的地方，让他们羡慕我们。北区是兽人鄙视链最底端，但因为幽雨实力强大，没人敢轻易来犯。叶青年看着幽雨，觉得他自带光芒，神圣美好。我会变着花样给你做好吃的。他擅长做美食，也喜欢研究新菜式。幽雨看着他明媚的笑容，心里暖暖的。这些事不用你来做，有什么需要让我来。我不觉得辛苦，做美食很开心。你是我的兽夫，我也想对你好，想为北区做点事。你这么好，真想藏起来。你这么好，我也想藏起来。不用藏，我是你的。这时洞外传来脚步声，叶青年赶忙整理好表情。大哥和娘亲回来了，还带来了食物。幽雨叫了一声娘和大哥，两人受宠若惊。村里的兽人们也来感谢叶青年，送来了食物。看到雪狼王，大家脸色都变了，放下东西就跑。部落里的人私下里都在感叹叶青年有能耐，能让雪狼王成为他的兽夫。夜深了，叶青年泡在木桶里，突然听见脚步声，幽雨拎着水瓢过来。我自己能洗。上次在山洞，你胆子可比现在大。热气喷在耳后，叶青年浑身发麻。那天他当时春梦，抱着人家脖子不撒手的事，这回全想起来了。上次也不知哪来的胆子，这男人强势的要命，自己这小身板真扛不住。不过兽氏规矩特别，兽夫越强，雌兽越受益，更别说他还是9阶雪狼王。他忽然凑过来，手指摩擦他嘴唇。当初敢算计我，现在怂了。折腾到天亮，他连手指头都动不了。他惊觉异能升级了，空间里凭空多出母地，正美着呢。抬头就看到乌泽，乌泽瞥他一眼就皱眉。小姑娘满面春色，脖梗红痕都遮不住，明显被自家兽夫宠得没边了。他的目光落在叶青年身上，眼中暗流涌动，带着危险又蛊惑的气息。叶青年察觉到这种感觉，脸色一变。他觉得乌泽诡异神秘，来历不明，与他接触过的兽人完全不同。幽雨这时也从洞中走出，看到乌泽一愣，他没想到兔族的巫医竟是如此绝色男子，身上贵气浑然天成。乌泽身上萦绕的一股浅淡气息，让他想到传说中早被灭族的一个种族。乌泽的实力深不可测，可能已超越9阶，进入传说中的脱凡境。我观乌大人并不是兔族本族之人，
不知巫医大人因何缘由来了兔族？自然是兔族曾经的巫医大人救过我，对我有恩，我也答应做兔族的巫医，报答这份恩情。我不会做伤害兔族部落的事情，尤其是雪狼王的妻主叶小姐。幽雨知道乌泽没有说谎，乌泽身上清贵气质让他明白他不屑说谎，于是拿出上品紫灵石作为诊费，乌泽却拒绝了。这些太贵重了，是乌某不能收。幽雨又拿出一些药材，这是待叶青言送的。乌泽知道这是幽雨的领地意识，最后收下了。待乌泽走后，叶青言一脸好奇：你觉得乌泽有问题吗？他让我想到了传说中的一个种族，那是兽氏大陆最强盛的一个种族，他们天生容颜绝美，实力强大。只是传说在100多年前，那个种族早已经覆灭，无一人存活。雪狼族有古籍图画记载过这个种族兽人的一些特质，他身上的气息让我想到了那个种族——魅妖族。没想到兽界大陆还有妖类，我以为只有兽人和魔兽。魅少族是兽氏大陆最古老的种族，擅长祭祀、占卜、巫术和医术。他们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祭祀能通神灵，曾被称为半神。兽人们都信仰他们，很多兽人去求学，但魅少族只教医术。如今各部落的巫医医术都来自他们，但只是皮毛。魅少族覆灭后，很多医术失传了。他们体质特殊，子嗣稀少，会用测试时挑选生育力强的雌兽，但继承人只能是男性。关于他们族内的秘密，没人知道。若乌泽真是魅少族，实在不可思议。测试生育力的测试石也是他们族的吗？对，那种测试石是他们族发明的。我断言你拥有神韵能力，才导致测试石失效。对不起，不该说这些。没事，我只是惊讶。我很爱我们的孩子，不想现在让人知道，我担心有人会伤害他。至少在生下雪狼崽之前要保密。叶青言想到乌泽提醒的话，他虽然无所畏惧，但现在有了孩子更要谨慎。他的木系异能如今在滋养身体，梦里看到的可爱小雪狼简直让他母爱泛滥，而且他感觉到小雪狼天生带有他的木系异能，还带有雪族的冰雪系能力，这让他很惊讶。兽氏大陆的兽崽会有双系异能吗？很少会有这种情况，就算有也是个例。我有冰雪系力量，不是水系异能。冰雪融化是水，但水系异能能操控所有水。无论孩子有没有异能，都是我们雪狼族的下一任族长。我会爱他，保护他，没异能也没关系。这是我们的孩子，是我的珍宝。可要是兔子或兔狼兽呢？混兽在兽氏地位低，常被贵族歧视。但叶青言知道自己体质强，应该生的是小雪狼。幽雨笑着摸他头发，我们的孩子都是珍宝，有我在，会守护好他。叶青言看着他，心里暖暖的。越了解幽雨，越觉得他好。穿越到兽氏其实也挺好。接下来几天，在幽雨的陪伴下，青年的脸色越加红润。他也时而给幽雨做韭菜炒肉、韭菜炒鸡蛋、韭菜炒韭菜，吃的幽雨脸色都有些发绿。他有木系异能，在冬天催熟韭菜轻轻松松。此时幽雨突然接到迷雾森林的情报，最近魔兽疯狂撞击结界，一旦结界破开，整个魔族入侵兽氏大陆，所有部族都会面临危险。青年脸色都变了，幽雨放心不下，他担忧地看着女人。青年虽然很不舍，但他知道幽雨作为北区的王，这是他的责任。他若是实力足够，也会去帮他做这些。可眼下他只有一阶的木系异能。幽雨上前用力地抱了抱青年，但却避开他的肚子，他眼中带着浓烈的不舍。青年也用力抱紧他，你不要有事。他知道巩固结界并不简单，那结界是很久以前雪狼族大能联合起来封印的结界，据说那时候牺牲了很多雪狼族的人。他想自私留下幽雨，可他也知道他不能，他也想陪着幽雨去边境，但理智也告诉他，他现在还怀着身孕，不能去危险的地方，尤其那边隔着魔气那么近。雪狼族冰雪系的能量能克制一些魔气，但他本体只是兔兽，异能是木系异能，并不是冰系异能。待幽雨离开后，青年都感觉心中有些怅然若失。如今他突然间回去，随时可能面临危险，他确实有些不安。他只能让自己先忙起来，去山上寻找新的食物，却没想到撞见了采花的乌泽。只见乌泽手里拿着一朵油菜花，青年眼睛都亮了。油菜花结成籽，可以用来榨油，榨出的油可以用来做饭做菜，新鲜的油菜可以做蔬菜吃，这是好东西。尽管不是很想接近乌泽，但还是主动上前询问。乌大人，这种花在何处可寻？在那山谷之中。我要着急，因为你还有6天就要临盆。青年露出惊喜又不可思议的神色，他连时间都知道的如此精准了，这让他不得不相信之前幽雨说的话。魅妖一族吗？若真的是，那他的话一定是真的。所以青年觉得这几天他要多准备一些孩子需要的东西。多谢。无论如何，他还是要谢谢他。告别乌泽后便回家准备。6天后的晚上，天空突然间电闪雷鸣，还下了大雨。青年听着雷声睡不着，突然间感觉到肚子有异常，还没等他做准备，不一会就生了一个小雪狼，很顺利。小雪狼身上散发出一股纯净的蓝色光芒，直接冲天而起，带起惊天动地的感觉。这一晚上，兽氏大陆
陆所有兽人都看到了这样的天象，让兽氏大陆各方势力震动。纯血兽，天生灵体。与此同时，一群蒙面黑衣兽人悄无声息进入兔族部落，前进的方向赫然是青岩所在的山洞。可还不等他们进去，一道身影撑着一把黑伞拦在路中间，那竟然是乌泽。叶青言刚生完孩子，木系异能也到了孩子身上，看着院子中的动静，自然看到了乌泽。怀中的小雪狼仿佛沉睡着，身体周围涌动着一股蓝色光芒。看着他的双系异能，木系异能和冰系异能都从1阶一下子变成3阶，然后小雪狼化形成人。叶青言都愣住了。此时某处高山上，正在修炼的一位闭关老者突然间睁开眼睛，震撼地看着远处的蓝色光芒出现了。他旁边的一个年轻兽人不解道：“师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传说中天生灵体的纯血兽人诞生了，太不可思议了！很久很久以前，魅妖族没有覆灭的时候，他们族的大祭司占卜过，说天生灵体出现之后，意味着有承接天命的兽人出现，会拯救我们兽氏大陆，兽氏格局也会重组，将会迎来繁荣盛世。外面厮杀不断。”叶青言抱着怀中的孩子看着外面，他能看到乌泽跟这些黑衣杀手厮杀，时间长了，他身上都沾了血迹。他其实不太明白，他为何要救他，要帮他，一直到解决了那些杀手。乌泽转头缓缓走过来：“别怕，我在。”叶青言听着这句话，不知为何，他心弦被狠狠拨动。那个孩子化形了，他怎么没哭？他没事，很好，在如今兽氏大陆天赋等级最高，只是他是天生灵体，容易被各方势力甚至魔兽觊觎，需要先保护好他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要赶紧离开这里。兔族部落没事吧？他们是冲着你们来的，只要你们离开，兔族部落不会有事。说着，空气中突然间刮来强劲的大风，一股黑暗魔气的气息出现。乌泽神色一变，来不及了。他划破自己的手指，以血在空中画了一些东西，然后徒手仿佛撕开了一个虚空结界一样。噗！乌泽不受控制的吐出一口血来。乌泽，你怎么样了？我没事，走，先进去。进去里面后，叶青言的眼前是鸟语花香的一片草地，有木屋花草，瀑布泉水，仿佛世外桃源一样。这里是哪里？是曾经我族的一处住处，我搬到了虚空秘境里，先待在这里，待他身上的气息能遮掩了再出去。乌泽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！他只能先把孩子放在木屋床上，然后将乌泽搬进屋内，在床上躺下。他给乌泽把脉，才发现他身体情况极为严重，这可怎么办？就在这时候，一个奶轻轻的声音响起：“娘！”叶青言全身一震，低头一看，就看到坐起来的宝宝，他正睁着卡姿兰漂亮的大眼睛看着他。宝宝！叶青言激动坏了，宝宝伸出手来。娘，我没有那么脆弱，你可以随便抱。娘，你不用担心，这个叔叔虽然受了很重的伤，但我可以救他。你能救他？真的吗？娘，是真的，叔叔救了我和娘，我能救他。可你还这么小，怎么救他呢？娘，你帮我过去。娘，叶叔叔暂时没事，他睡一段时间会醒。不过他身体旧伤好重啊，这个需要很厉害的木系异能才能修复。不过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可以让叔叔内伤旧伤好起来。什么方法？就是娘跟这个叔叔生弟弟妹妹。你这孩子，这种话可不能乱说。娘，是真的，宝宝不骗娘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脑海里就有。我们先在这里住下，外面那些魔气是冲着你来的吗？娘，对不起，我现在还小还弱，没法阻拦那些魔气。但我答应的变强，我就能克制他们，他们就不敢靠近我了。是因为你是天生灵体？娘，宝宝这个体质修炼很快的，会很快变强的。娘不要讨厌宝宝。娘很喜欢你，怎么会讨厌你？你这么可爱乖巧，娘喜欢你都来不及。宝宝也很喜欢娘。娘，我叫什么？你先叫你小名大宝吧，等你爹回来给你起大名。对了，你饿了吗？你想吃什么？或者娘要怎么照顾你？吃娘做的饭饭，娘烤的鱼肉好吃。原来梦里那些都是真的，
娘这就给你做。还好它有空间，空间里之前放了不少食材，这回倒是派上了作用。好在这个木屋里有锅碗瓢盆、柴火等东西。叶青言用意念扫了一下空间，却发现空间一下子多了一条小溪。他怀疑自己看错了，可仔细用意念再次扫了一下，发现真的是一条小溪。这条小溪溪水看着跟外面不一样，泛着一道道光泽。叶青言悄悄从空间里舀了一些水出来，喝了一口，只觉得甘甜无比，喝进肚子里还很舒服，感觉虚弱的身体都恢复了一点力量。他舀了一勺给大宝喝，大宝喝了一口，开心的笑起来。你先睡一会儿，娘先做饭，做好饭叫你。叶青言这才进入空间，这次他发现空间田地变大，农家院里的桌子上还多了2罐奶粉，还有奶瓶以及一些婴儿用品，最主要的是还有一些小麦种子。看到小麦种子，叶青言才最激动。小麦种子，有了小麦种子，就可以在空间批量种植小麦，还可以快速催熟小麦，就可以早点吃到面粉。不过看到这些东西，心中却很疑惑，空间怎么会突然冒出了新的东西来？以前不都是我放才会有吗？主人为优质兽扑生崽崽，空间会有奖励，主人还会积攒功德。空间突然冒出这个声音，可以前空间也没有声音啊。奖励就是这些东西吗？还有别的吗？你说的功德又是什么呢？然而这次系统没有再回答了。他感受了一下外面的动静，发现大宝还在睡觉，便不着急出去，开始把小麦种子种在空间的田地上。出来后，叶青言便开始烧火做饭，用空间的灵泉水熬煮红薯鸡蛋粥。大宝睡着的时候，迷迷糊糊闻到了香味，然后他睁开了眼睛坐起来，他用手揉了揉眼睛。娘，宝宝，你醒啦？娘，抱。娘放我下来，我自己能走。然后撑着地面站起来，扶着墙壁走着，走的不是很流利，有点笨拙，中间还摔了一下，可把叶青言心疼坏了，要去扶着他。带来到桌边，他还是有些小，没法爬到椅子上坐下。叶青言就把他抱上椅子。这是奶粉，这是红薯鸡蛋粥。娘，这个粥好好喝啊！娘做的饭最好吃，娘是世界上最好的娘。你这孩子嘴这么甜，长大了还不知道吸引多少雌兽喜欢。喜欢吃，娘再给你做各种好吃的。晚上睡觉的时候只有一张床，昏迷的乌泽躺在上面。叶青言总不能也去床上睡觉，他找了一些干净的草铺在地面上，他把大宝放在床里侧睡觉，他打算在地上草堆上睡。娘，你也上来。你在床上睡就行，娘在地上。为什么娘不上床睡？那样对你巫叔叔不好。虽然寿氏大陆根本没有冥界一说，但叶青言就觉得那样不妥当。他连哄带骗让大宝自己在床上睡觉，他则在草堆上睡，可太硬了，他也不习惯，所以失眠了，翻来覆去半夜才睡，而且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都湿疹了，脖子僵硬的都不能动。娘，大宝给你呼呼。说着，大宝将小手放在叶青言的脖子上，木蜥蜴能涌动着，叶青言脖子这才好些。那个，娘就是不小心让你担心了。娘要是不想让大宝担心，也上床跟大宝一起睡。巫叔叔睡着也不会乱动，我们不乱动，叶叔叔也不会知道的。而且爹也把娘托付给叶叔叔了。什么叫托付？就是4天前娘晚上睡觉，爹回来看娘了。我听到爹跟娘说，若是他封印结界回不来，就让叶叔叔做娘的第2受父，照顾娘啊。你是说你爹这几天晚上回来过？可我不知道，因为娘睡着了呀，自然不知道。爹自言自语跟娘说了很多话，爹说结界那边情况严重，他不一定能回来，给娘输动了一些力量，还跟我说等我出来好好照顾娘。爹说他一定会回来，娘要是再睡不好，也是大宝没用，没照顾好娘。你这孩子简直成精了，怪不得你醒来也不找你爹，也不问什么，原来你什么都懂。因为我能感觉到爹爹还活着，不过爹有事情不能来，有叶叔叔在，能保护娘。娘，晚上大宝想和娘一起在床上，大宝想让娘陪着大宝。娘在地上，大宝心疼娘，大宝也睡地上。那行吧，晚上让你叶叔叔躺最里面，你在中间，娘在最外面，这样应该就不影响。不过这件事回头不许跟你叶叔叔说，反正他现在昏睡着，也不知道外面什么情况。娘，我不说，大宝是乖宝宝，答应娘的事情会做的。大宝真乖。
到了晚上，上床睡觉躺下，哪怕叶青言躺在最外侧，大宝躺在中间没什么，可不知为何，他好像还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药香味。他知道那是乌泽身上的气息，这种气息甚至都有一种蛊惑人心的感觉。一直到半夜，他很困的时候才睡着了。可殊不知，母子两个睡觉都是不老实的。叶青言睡梦中迷迷糊糊，感觉自己抱着一块冷玉睡着了。等第二天他醒来的时候，却发现自己整个人如同八爪鱼一样缠在乌泽身上。他睁开眼睛，就看到了乌泽美如妖媚的一张脸，心都漏跳了一拍。对不起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那个娘睡着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娘，叶叔叔身体好一点了，确实好多了。不过我的木系异能好像也增强了。娘昨晚和叶叔叔挨着，娘身上的异能也能自动修复叶叔叔的内伤，娘也能增强自己的木系异能，还能这样。这样虽然有好处，不过大宝，咱们不能这样。吃过早饭后，叶青言便抱着大宝出门了。他们进了林子，然后让大宝用木系异能砍了一棵很粗的树木。拥有木系异能就跟刀削一样，可以把树的木头砍成想要的样子。叶青言费力地制作了一张木床，然后找了石头让大宝帮忙把石头消磨一下，做成小的石磨。木床搬到木屋，小石磨搬到空间里面，这样催熟空间的小麦可以磨成面粉。待他们往附近山林里面走去的时候，却发现了很多的药材，仿佛是被人种植在上面。娘，药材，很多药材。叶青言看到这么多药材也很激动。娘，还有这几样药材熬药，可以巩固身体。好，娘用这些药材熬药。不过咱们用了你叶叔叔的药材，回头咱们还是要报答他的。就这样，连续几天的时间，母子两个也已经把木屋附近逛遍了。知道这附近药材多，也没有野兽，也就河里有一些鱼。为了让大宝吃饭营养均衡一些，叶青言抓了鱼熬鱼汤给大宝喝。当然，每天他也会用灵泉水熬药给乌泽喝。晚上两个人吃饱饭后，叶青言熬了药来到床边，照常喂给乌泽喝。乌大人，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醒来。这些药对你身体有好处，能修复你的旧伤。这几天给你把脉，感觉你身体好多了。今天我们在河里抓了2条鱼，做了鱼肉汤喝，还采摘了一些药材。今天刚发现这里的山林里有甘蔗，那简直太好了，甘蔗可以制糖。你还是老样子。可就在他一边喂药一边汇报的时候，乌泽缓缓睁开了眼睛。叶小姐，叶青言看到他醒了，手中的药碗都没拿稳，一下子掉在了地上。那个，你醒了？我刚刚只是在给你喂药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多谢叶小姐救我。你也救了我和大宝，而且你是因为我们陷入沉睡。说来，应该是我感激你。这本也是我答应优雄的事情。幽雨。乌泽将一块玉简拿了出来，他手指一动，玉简上的一道投影便显露了出来。这是4天前那天的场景。雪狼王深夜造访，可有什么事？这一次迷雾森林的结界情况严重，魔气和魔兽涌出，我必须带着雪狼族众人加固结界，守护北关。只是要亏欠阿言，他生孩子的那天，我也许无法守在他身边。若有危险，我请求乌大人能施以援手。传说中高贵冷漠的雪狼王，也有如此求人的时候。只要他和孩子安全，就算是求人又算得了什么？乌大人，可以提你的要求和条件，也算我欠你一个人情。你该知道，我们这样的实力，只有作为兽父才会保护雌兽，才会尽所能护着。我知道阿言那么好，不会只有一个兽父，因为北区只有你有强大的实力可以护他安危。魅瑶族的殿下，传言魅瑶族的殿下一诺千金，从不食言。不愧是雪狼王，瞒不住你。既瞒不住你，你应该也能猜到我为何来这里。你的目标一开始就是他，不是目标。我为他而来，不会伤害他一丝一毫，不需要什么条件。我想做的事情，只要你不阻拦便可。只要为阿芷好，只要他同意，我自然尊重他的任何决定。叶小姐看的这些都是真实投影，给你看这些也只是告诉叶小姐，我从一开始来兔族做巫医，就是在等叶小姐。况且如今叶小姐抱了我，我已是叶小姐的人了，自然要告诉叶小姐这些。我想做叶小姐的兽夫。兽夫？你知道我抱了你？我虽昏睡，但知道外界的动静。如此，我做你的第2兽夫，可好？叶小姐若是不想负责也没关系，
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依然会照顾保护叶小姐和孩子，也会帮着大宝遮掩灵体体质，只要我能做的都会去做。我没说不负责任，我就是想知道，你说的那个面为我而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还有你是媚萧族的人，我听说媚萧族被覆灭了。不过你要是不方便回答，可以不回答。叶无泽眼尾轻挑，你知道的，我都会告诉你。100多年前，正是叶无泽300岁的成年礼，谁知仪式还没开始，族里就出了叛徒，破坏结界，引狼入室。叶无泽本想出去拼命，奈何敌方实力实在太超纲，直接把叶无泽打倒在血泊里。危急关头，叶无泽父亲以血迹占卜出了一线生机，将重伤的叶无泽封印在法器中。100年后，去北区长华陵山谷的兔族做巫医，等待一位能拯救全族的雌兽。就这样，叶无泽被兔族的巫医捡回来，一直苦熬到前段时间青岩的出现。叶青岩敏锐地抓住了盲点。等等，兔族雌兽那么多，你怎么就精准锁定我了？因为纯血魅兽之间有感应，那场浩劫后，我是仅存的纯血了。而更重要的是，只有你能为我生下纯血子嗣，从而继承祖上强大的传承之力，否则魅叔族就真的要绝后了。至于我现在，因为当年的重伤，实力也就只剩下个1、2成。虽然我肩负重任，但也绝不想强迫你做任何不愿意的事。听到这里，叶青岩总算弄明白核心诉求，合着就是来找他生孩子的。就在他心情复杂之际，脑海里的空间系统再次响起，叮，发现优质雄兽人叶无泽，只要与他诞下纯血子嗣，即可提升实力，延长寿命，还能顺手积攒功德点哦。叶青岩嘴角狠狠一抽，功德和实力确实是他目前为了保护自己和孩子最急需的本钱。行了，别一副生怕委屈了我的样子，没有强迫，这孩子可以生。此话一出，叶无泽先是一愣，随即眼底爆发出难以置信的狂喜。谢谢你，从此以后我会用性命来守护你。大可不必。叶青岩翻了个白眼，立刻给他灌输现代安全观。任何时候都是你的安危最重要，安全第一，懂不懂？再说了，既然你做了我的受夫，以后我也会变强罩着你的。被一句我罩你砸晕的叶无泽，瞬间露出了受宠若惊的神色。他活了几百年，还是头一回听说雌兽要保护受夫的。当下他感动的心弦狂颤。就在气氛即将走向粉红泡泡时，叶青岩话锋一转：对了，当年灭杀你族人的到底是什么势力？或者说，是哪个兽族干的好事？提到当年的惨案，叶无泽眼底掀起赤色寒芒。当年袭击我们的兽人全都黑衣蒙面，来历成谜。最可怕的是，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竟然都是脱凡境。要知道，在整个兽氏大陆，凡兽境9阶已经算是天花板战力，能达到脱凡境的大能屈指可数。因此，这群人就像是凭空出现，又凭空消失了一般。我暗中查探多年，至今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，而且他们的目的性极强，简直像是来零元购的。魅妖族的所有物资全被这股势力洗劫一空。听完这番话，叶青岩摸了摸下巴。你们族什么东西被掠夺最多？是食物和药材。这就对上了。叶青岩打了个响指。怪不得这处秘境里长着那么多珍稀药材。那是当年我在族中种下的。不过，既然你来了，以后我的就是你的。这里的一切全凭你做主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财产转移，叶青岩也不客气，这里的灵气比外面充沛得多，简直是绝佳的天然农场。既然那帮神秘人缺粮，那我们就来个大反击，在这里大批量种植萝卜、黄豆等各种蔬菜作物。不仅如此，我还在这秘境里发现了甘蔗，这可是个能治糖的宝贝。在你们兽界，甜味只有昂贵的蜂蜜，普通人根本吃不起。要是我把这甘蔗熬成糖，再加上我刚用小麦磨出面粉做出的麦芽糖，那绝对能垄断市场。到时候用糖赚取大把金币，咱们快速发展势力就不成问题了。看着叶青岩眉飞色舞描绘未来的模样，叶无则不知为何，原本千疮百孔的心底竟生出了一丝明晃晃的希望。看你刚醒，肯定饿了，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唯有美食不可辜负。今天就让你见识见下什么叫馄饨。你先去把药喝了，洗漱一份，厨房种地交给我来搞定就行。叶无则本想帮忙，但一听馄饨这个闻所未闻的词，自知去了也是帮倒忙，只得心中一暖，乖乖听从安排。叶青岩转身一头扎进厨房，结果刚挽起袖子，跟进来的大宝就冷不丁的丢下了一颗惊雷。娘亲，你马上就要跟叶叔叔生弟弟妹妹了吗？叶青岩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死。娘亲虽然答应了，
但也得先跟你叶叔叔培养感情，走过程啊，哪能一上来就直接拉登生孩子的？听到这话，大宝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反正大宝喜欢弟弟妹妹，大宝会把好东西都分给他们的。叶青言揉了揉大宝的脑袋，赶紧转移话题，一边用灵泉水和面切白菜吊肉馅，一边给大宝讲起了寓言故事。面团在他灵活的手里翻飞，行云流水的包成了一个个圆润可爱的小馄饨。就在这时，洗漱完毕的叶无则恰好踏入厨房。当他的目光落在见所未见的馄饨时，瞳孔猛地一缩，心中瞬间掀起了惊涛骇浪。恍惚间，他仿佛被拉回了曾经的魅妖族祭祀祠堂。当年大祭司在占卜时曾画下过几个无人能解的图案，而此时此刻，那些神秘图案竟然具象化成了叶青言案板上的面团。吧嗒一声，叶青言手一抖，差点把手里水灵灵的馄饨捏成死面疙瘩。他震惊地看向自家仔仔，好家伙，这小鬼头变脸比翻书还快，居然无师自通，把叶叔叔直接升级成了叶爹爹。反观叶无则，原本紧绷的神色瞬间如春风化雨般柔和下来。他快步走上前，眼底满是掩不住的欢喜。哎，大宝真乖。作为纯血灵体血狼兽，这孩子不仅自带双系异能，还拥有先祖传承，聪明的简直要逆天。叶无则对这一声爹爹那是相当受用。大宝敏锐地察觉到了叶无则身体的虚弱。叶爹爹，娘亲在包馄饨哦，只要吃了娘亲做的食物，你的身体就会变好的。谢谢大宝。叶无则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，大宝别怕，虽然你是极品灵体，但等叶爹爹身体稍微恢复一些，就会用秘法帮你把灵体气息封印起来，到时候咱们一家人出去，绝不会被坏人发现。安抚好大宝后，叶无则这才将目光转向叶青言。洗漱过后的他褪去了先前的狼狈，那种惊心动魄的明艳感简直扑面而来。叶青言赶紧移开视线，干咳了一声掩饰尴尬。你收拾好了，先坐会儿吧，馄饨马上就能下锅了。这种食物叫馄饨。叶无则的声音透着一丝异样的凝重，他顺手拿起旁边的羽毛笔，在木板上飞快地画下了3个形状。当年在族中，大祭司占卜时画下的就是这3种图案。后来我父亲血界时告诉我，让我务必去兔族找你。他说你会给兽氏大陆带来前所未见的丰富食物。父亲这辈子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能看到兽氏大陆食物充沛的样子，因为只有大家都吃饱了，纷争才会减少。我们魅妖族之所以被盯上并惨遭灭门，大概率也是因为我们掌握了长期储存海量食物的方法。叶青言凑过去看了一眼木板上的画，好家伙，你们家大祭司简直是个跨界美食博主啊！他画的这3个分别是馄饨、水饺和米糕。早晨咱们先吃馄饨，晚上吃水饺。至于米糕，得等以后咱们找到大米了才能安排。听到兽氏大陆食物如此匮乏，叶青言脑海中资本家雷达瞬间滴滴作响。既然食物在这儿是刚需，那这绝对是暴利行业。干脆去中区的繁华城池摆个小吃摊，等钱攒够了，就盘个大店铺开顶级酒楼。那些皇室贵族最喜欢花重金享受美食，等有钱了，就雇佣一支最精锐的兽人雇佣兵，到时候一边保护大宝，一边把仇人揪出来踩在脚下。听着这番简单粗暴却又极具执行力的美食复仇计划，叶无则眼底的阴霾一扫而空。大隐隐于市，用美食积攒财富与势力。好，都听你的。眼下最要紧的自然是苟住发育，这处隐秘的秘境就是他们最好的新手保护区。现在咱们不着急出去，首要任务是把身体养好。叶青言一边麻利的揉面捏馄饨，一边定下了基调。等叶无则恢复了实力，不仅能保护大宝，还能施展秘法隐藏大宝那惹眼的灵体气息。馄饨包得飞快，不一会儿3人份的量便整整齐齐地码在了案板上。叶青言刚准备生火煮水，叶无则已经顺手从院子里抱来柴火，十分自然地坐在了灶台前。我来生火吧。看着他那行云流水的一套动作，叶青言不禁有些纳闷。你以前好歹也是魅瑶族的殿下，正儿八经的继承人，难道不需要别人伺候，得亲自干这些粗活？叶无则闻言哑然失笑。你不会以为我什么都不用做吧？作为雄兽，必须从小学习各种生存技能，要不然以后怎么能照顾好自己的伴侣？这句意有所指的话，配上他那低沉撩人的嗓音，杀伤力堪称核武级别。水开了，水开了，下馄饨。等煮的差不多了，他又撒了一把葱花，打了个漂亮的鸡蛋花，最后淋上调料，大功告成。开饭！3人围坐在桌前，大宝虽然才刚出生不久，却极为省心，坚决拒绝了娘亲的投喂服务，非要自己拿着小勺子独立进食。看着大宝撅着小嘴呼呼吹着热汤的可爱模样，叶青言忍不住嘴角上扬，跟这小家伙待在一起，简直能治愈一切精神内耗。娘亲，闻着好香啊，这跟以前的食物完全不一样。大宝吸了吸鼻子，眼睛亮晶晶的。这叫面食，晚上娘亲再给你们包水饺吃，慢点吃，小心烫嘴。叶无则见大宝急得团团转，便悄悄动用了一丝灵力，一股柔和的力量扫过大宝面前的碗，那滚烫的馄饨汤瞬间降温到了适宜入口的程度。不过这却让叶无则本就没恢复的脸色又苍白了几分。大宝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，立刻心疼地放下勺子。大宝可以等他自己凉的，叶爹爹的身体最要紧，不要乱用力量了。
没事，你还小，饿坏了肚子可不行。快吃吧。叶无则心头一软，温柔地揉了揉大宝的毛茸茸的脑袋。大宝乖巧地点点头，舀起一个馄饨塞进嘴里。下一秒，他的眼睛猛地瞪圆。太好吃了，这是大宝吃过最好吃的食物。说完便开启了暴风吸入模式，头都不抬了。慢点儿，锅里还有呢，不够娘亲再煮。叶青言被他逗乐了，转头看向一旁还没动筷子的叶无则。你也尝尝，吃点好吃的，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的。叶无则优雅地拿起勺子，舀起一个馄饨送入口中。就在那一瞬间，他不可思议地睁大了眼睛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叶青言期待地问。叶无则眼底漾开一层潋滟的笑意。确实是我这辈子从未尝过的无上美味，很好吃。一顿早饭吃得宾主尽欢，在美食与灵泉水的双重滋养下，叶无则的脸色终于恢复了几分血色。吃饱喝足的大宝摸着圆滚滚的小肚子，在床上兴奋地滚了2圈。娘亲，你之前说要用那个叫甘蔗的东西熬糖，我们现在就去砍甘蔗吧。行，说干就干。你重伤未愈，就在家里休息，我和大宝去就回。不行，我陪你们一起去。话音刚落，叶无则穿上了斗篷，紧接着他十分熟练地将大宝抱进怀里。叶青言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：你该不会是很怕阳光吧？叶无则轻叹一声：当年灭族之战，我重伤濒死，被封印在地下法器中。100年后虽重见天日，却落下了聚光的病根，一晒太阳旧伤便会复发。叶青言心头一揪，会好的。无妨，早就习惯了。闲聊间，三人到了甘蔗地。这就是糖汁，等咱们出了秘境，靠卖红糖绝对能大赚一笔。叶青言指着甘蔗，满眼都是资本家的光芒。叶无则刚要点头，大宝已经兴奋地伸出小手，异能微闪，咔嚓一阵脆响，一整排甘蔗瞬间齐刷刷倒地。叶青言看得目瞪口呆，好家伙，这小不点才是他们家的战力天花板吧？有了异能加持，削皮、榨汁、熬煮一气呵成。叶青言指挥叶无则烧火熬糖，自己则转身去厨房张罗午饭，揉面、切条、炒臊子，动作行云流水。没多久，几碗热腾腾的手擀面端上了桌。叶无则和大宝再次陷入了没见过世面的震惊中，两人动作出奇一致，呼噜噜一顿暴风吸入，连汤底都没剩一滴。娘亲，面条也太好吃了吧！大宝摸着圆滚滚的肚子，好吃也不能顿顿吃，明天娘亲再给你们换花样。看着这一幕，叶无则心弦微颤。在兽世，雌兽极少如此亲昵地对待幼崽，他更是从出生起就没被母亲抱过，直到遇见他，他才明白母爱竟能如此温暖。下午，红糖终于出锅切块，看着成型的糖块，叶青言的搞钱雷达再次滴滴作响。兽世美食文化如此落后，只要用美食赚够钱，拉起一支精锐雇佣军，以后还不是在这片大陆横着走？他灵光一闪，对了，秘境里有山楂，也就是你们说的红果子吗？秘境深处有很多，需要的话我带你去。太好了，有了红果子，咱们就能做糖葫芦。叶青言兴奋一拍大腿，这玩意成本低利润高，连铺面都不用租，扛着草垛子边走边卖，绝对是爆款名嘴。主意不错，不过集市上的低级兽人连饭都吃不饱，估计舍不得拿物资换零嘴。等咱们去了中区城池的繁华街道，专门卖给那些不差钱的贵族兽人，这糖葫芦绝对能大赚一笔。等出去了，咱们先去集市踩踩点，再去城池考察考察。我还从来没去城池看过呢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叶无则眼眸微沉，原主曾是中区皇城贵族，怎么可能从未去过？结合他近日脱胎换骨的变化和层出不穷的美食，一个大胆的猜测攫住了他的心脏。他不是原来的叶青言，这让他瞬间升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慌，生怕他随时会像来时一样凭空消失。怎么了？脸色突然这么白？叶青言关切道：无妨，只要在你身边就不会累。两人抱着大宝来到残破的果林，看着大片被当年暴徒砍死的枯树，叶青言暗下决心，以后定要用木犀异能和灵泉水让他们枯木逢春。眼下他只挑着完好的山楂摘了满满一篮，准备回去做糖葫芦。回到木屋，叶青言麻利地包了水饺，做了糖葫芦。晚饭后，三人坐在院子里乘凉。为了打破安静，叶青言给大宝讲起了七仙女与龙勇的故事。谁知这仙女下凡报恩后飞回天庭的情节，精准踩中了叶无则的雷区，让他周身的气压肉眼可见地低了下去。大宝听得睡着了，叶青言将他安置回床，再回到院子时，只觉气氛莫名焦灼。他刚准备找借口开溜，叶无则却一眼看穿了他的退意。既然讲道理留不住，那就只能不择手段了。你怎么还吐血了？
只是不知为何，只要有叶小姐在身边陪着，我这心口便觉得没那么疼了。